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剑哥。那这一次呢，先考大家一个小学的数学题。英特尔在17年的一季度发布了 i7-770K， 这是一个4核心8线程全核心 4.3G 的 CPU。那它的220跑分是2260分。那么英特尔在2020年又发布了 i9-10900K， 这是一个10核心20线程全核心 4.9G 的 CPU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它的220跑分是多少呢？进段片头大家算一算。不知道大家算好了没有？那小学4、5年级的时候呢，数学课上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。那小英在3年前一棵高5米的树上离地1米做了个记号，现在树长到了10米，那问记号离地多少米？当时的答案是2米10除以5乘以1等于2嘛。那我和老师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，因为树是树尖生长的，下面的树干是不会变高的，所以记号还是1米。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我是拿着《科学大众》杂志给老师看的。老师表扬了作为数学课代表的我，说教育同学们生活中不是啥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来计算的。当然非常不巧，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2020年，由于英特尔的14纳米加整个 CPU 的架构这几年没有啥改变，所以你可以用小学数学知识计算得到10900K 的220分数应该是6280分。那和我们实际测试比较一下基本准确。所以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，也不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。不管那个树长得有多高，14纳米英特尔还是那个英特尔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10代 U 有哪些新品。我们手里拿到的有6核心12线程全核心 4.0G 的10400。6核心12线程全核心 4.5G 的10600K， 以及10核心20线程全核心 4.9G 的10900K。i5-10400和 i5-10600K 你可以看成是 i7-8700和 i7-8700K 的马甲，核心的参数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那也就是频率的区别有个 i7-10700K， 没有弄到，也就懒得测了。这个 CPU 的规格和 990K 几乎是一模一样， 990K 啥性能， 1070K 也就是啥性能。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还是4核心8线程的 i3-10300，不过这个要到月底才能有。1090K 算是一个新的 CPU， 也是英特尔在消费平台上第一次用到了10核心，并且是全核月频高达 4.9G。之前只有在至尊平台上呢才有超过10核的 CPU。另外，之前的 i9-990K 的8核16线程全核心的月频是 4.7G， 还比10核的 1090K 还低了 0.2G。一方面是感叹英特尔这个14纳米的工艺玩的真溜，频率居然能拉这么高。一方面也是感叹，如果10纳米再不出来的话，再往上堆核心和主频，那 CPU 的功耗估计根本就要扛不住了。先介绍一下这次的测试平台 ，CPU 自然是上面那几个。i5-10400的散片很早之前就有卖了。1060K 是主板厂家借的， 1090K 是一从联想的任 9000K 主机上抠下来的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联想品牌机上的 1090K。 这台机子我们这几天还会再发出一个评测事情，还是挺牛的。注意看一下外观，1040采用的是硅脂用的顶盖，1060K 和1090K 是铅焊用的顶盖。讲实话，1040用硅脂顶盖其实问题也不大，100元级别的风冷也是能压的。不过之前的 i7-8700用下压散热器的时候嘛，不开盖使用的情况下，温度非常的惨，所以870的马甲油1040，如果你用铅焊的顶盖的话，在一些小机箱方面的散热表现就会更加的优秀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硅脂油还是有一些遗憾。不过我们之前也在940F 上市的后期发现了硅脂顶盖和铅焊顶盖混用的情况。当然，这个也就是纯看人品图一乐，因为940F 本身就没啥发热。主板采用的是技嘉的 Z490 Aorus Pro A-Z490 的整体主板相比 Z390 要贵了不少，所以供电方面都有了不少的加强。Aorus Pro A 采用了8+4 pin 的实心针脚 CPU 供电插座 ，CPU 的主 PWM 控制器采用了瑞萨的 SL69269这是一个支持3路12项的服务器级别的 PWM 芯片，给的还是蛮豪华的。根据外网的统计呢，技嘉的 Z490 Aorus 从 Elite 到 Extreme Waterforce，微星的高端的 MEG 的 Unify A 还有 Godlike 也都是采用了此 PWM 芯片。
所以整个的 Z490的供电都有加强，自然价格也就贵了不少。技嘉的 Z490 24 Pro A 叉就采用了12项直出式的数字供电，直出12项，不是并联，也不是背下，反而更贵的 Aorus Extreme 和 Master 用的是7×2的背向，1Exciting。技嘉的用料一直是很足的，甚至我都觉得这个堆料对于 i9 不超频的话都有一些过剩了。毕竟我们测下来烤机也就是200瓦左右的功耗但是更多限制超频空间的还是 BIOS 的问题。就比如说我们拿这个液氮做个超频，那只能超到全核 6.7G 过20，主要就是因为 BIOS 里面没有液氮模式，那电压的功耗限制太多了，发挥不出这个豪华供电的极限性能。另外比较有意思的是，主板给了3个 M.2 的插槽，那第一个目前无法使用，主板上标注了留给未来使用。结合主板包装上写的 PCIe 4.0 的用料，我们猜测呢，可能应该是11代优会支持 PCIe 4.0。这种占未来以前常见于 A 卡产品，指的是 A 卡刚出来的时候嘛，它驱动没有办法充分发挥显卡性能，需要不断的更新驱动以发挥更好的性能。英特尔主板还这样做，那确实有些让人无语。当然我可以理解，因为目前 PCIe 4.0 还没有普及 ，NVMe 据传要到30G 显卡才会采用 PCIe 4.0。那 PCIe 4.0 的固态也非常的小众，但是这种我有了却不给你用还直接在主板上告诉你留个空槽，那实在有点那啥。你说这是 PCIe 4.0 的用料，那我花没花 4.0 的钱？花了。我花了钱，现在却不能用是留给未来用的。我花今天的钱给明天用你觉得这个合理的话，弹幕扣1；不合理的话扣2。毕竟这是 reserve for future。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 ，Z490 的网卡普遍支持2500兆的速率，这是传统的1000兆网卡的2.5倍。不过这需要你的路由器、网线、网卡3者都支持。目前估计很少有人能用到，但有总比没有好，说不定过2年路由器就能普及更高的速率了。就比如说在同一个局域网内的话，2台机子用 QQ 去传文件的话，速度就非常的快，就没有必要再去用硬盘和 U 盘再去拷贝了。这就叫我可以用得着，但你必须要有。内存是来自微刚旗下的高端电竞品牌 XPG 的荣耀 D60 8G×2 3200套装，这是一个整体 RGB 的内存，光带在内存中占了60%的比例，所以叫 D60。3200的频率是目前比较划算的频率，那相比266的频率能提升不少的游戏的平均帧和帧的稳定性。那内存频率对于游戏的具体影响可以参考我们这个视频。固态采用的是微刚的 S-8500 Pro PCIe 3.0x4，提供了3350兆每秒的连续读取和3350兆每秒的连续写入，并且 SLC 的缓存为100G， 那还是比较大的，比较适合预算有限还要经常写入大文件的朋友。电源采用的是微刚 XPG 的 Core Reactor 的650瓦金牌全模电源。10年质保，全日系电容。当然 CPU 的供电模组线的话，如果能再给一根就好了，这样你去插8+4或者8+8的供电的主板的话，就会更稳妥一些。显卡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英众超级冰龙系列的2060和2070 Super 显卡，以及2080 Ti 的冰龙黑金版。首先看一下 CPU 的理论测试，由于时间很紧呢，我们能来得及测的 CPU 很有限，那我们将 i9 1090K 和 i9 1090X 和 i9 9900KF 做个对比，i5 1060K 和 i5 9600KF 对比， i5 10400和 i5 9400F 对比。 i9 采用的都是360的水冷，i5 采用的都是100元级别的雅骏 G3。那具体的配置差异我们会在表格中标出。i9 1090X 是 X299 至尊平台的 CPU，同为10核心20线程，但是不知为何最近价格突然暴跌，在2020年的5月比 9900K 还要便宜但是呢，全国睿频有点略低，只有 3.7G， 最好还是要超频使用。在220单核跑分中，由于10代 U 的普遍单核睿频都比较高1090K 甚至来到了 5.3G， 所以单核性能相比9代都略有提升。在220的全核跑分中，由于10代的 i5 比9代多了超线程，那全核的理论性能都提升了40%左右，基本符合多个线程抵半个核心的经验。当然 220的理论性能跑分仅供参考，毕竟实际应用中很少有软件能优化的非常好，充分调用 CPU 的性能。这次我们就选用了 PR 导出轨道数比较多的显卡横屏的 1080P 的视频，
，LR 导出100张图和 Arctime 的字幕压制。LR 使用时 CPU 的占用率还是比较高的 ，CPU 的占用率基本都能维持在100%，那这个优化还是相当可以的。10代 U 相比9代都有不小的提升，但是没有理论跑分的提升那么大，反而是1090X相比1090K 居然提升非常明显。我们估计这可能是内存4通道带来的优势，所以理论跑分仅供参考，具体还要看实际的软件优化。看一下渲染时的参数记录，1090K 在渲染的时候功耗基本维持在140瓦左右，那采用350水冷的话，温度是65度左右。1060K 的功耗在70瓦左右，采用了4热管的风冷的话，温度55度左右。接着是 PR 毕竟是英特尔官方多次拿来宣传是做过优化的，所以渲染时候的 CPU 占用率也是非常高的。10代 U 相比9代，那渲染的时间都有明显的降低。那这里1090X的墨屏成绩就有些难看了，估计还是 3.7G 的全核睿频拖了后腿，以及软件对这种至尊平台的优化不是特别好。这里1090K 的渲染时间只有940F 的一半，但是价格却贵了4到5倍，所以对于大部分非专业的视频剪辑用户，6核心的 CPU 真的是足够你使用了。你又不是一天24小时都在跑渲染，渲染个视频多等个几分钟，又没多大事呀。反而内存硬盘方面你需要多花点钱，具体可以看我们这个视频，一个990K 加64G 内存全一直2133U，素材也都是放在机械硬盘里面剪辑，你2万的电脑它也会卡的。所以相对来说 1040F 和1060K 那对于业余用户来说就更有性价比了。再来看一下渲染时的参数记录，1090K 的功耗是140瓦左右，温度70度左右；1060K 的功耗是80瓦，温度65度左右；1040的功耗是55瓦左右，温度50度左右。就看一下 Arctime 的字幕压制，这也是个大部分情况下能吃满 CPU 的渲染。字幕压制的时候多了超线程的10代 i5， 时间大概节约了40%，可以说也是提升的比较明显，接近理论性能的提升。那10代的 i9 大概提升了20%。压制字幕的时候嘛 ，i9 1090K 的功耗可以到190瓦左右，温度67度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10代酷睿的游戏性能。首先是 940F 和10400的对比，8G×2，2666的内存，2060的显卡，1080P 的分辨率。毕竟这2个 U 基本上都是搭配的 B 系列主板，1040我也确认过了，在 B460 主板上只能2666的内存频率，只有 i7、i9 才内存可以到2933非常的坑爹。另外，我觉得为了追求所谓的纯理论性能，去跑一些中低端的 CPU， 全用2080 钛显卡测试，对于实际的使用的话没有太大的意义。所以我们选用的都是这个 CPU 常见的一些合理搭配。这几天 iPad 平台的桌面游戏居然是 GTA 5，所以说虽然我已经在 Steam 平台上购买过了，但是还是白嫖了一份。在 GT5 中，1040的帧数高了5帧毕竟1040的全核睿频高了 0.1G， 能够看到1040的 CPU 占用是明显低于 940F 的，毕竟12个框框多了一半，但是对于显卡占用和游戏帧数并没有明显的影响。接着是《刺客信条：奥德赛》这个游戏，由于低加密的原因 ，CPU 的占用经常会到100%。不过对于游戏帧数的话，并没有太大影响。那比较有意思的是，不知道因为是超线程是否有负优化，1040的游戏帧数还比 940F 低了一些。类似的现象，我们在 i5-90KF 和 i7-8700对比中就有发现，具体可以看这个视频也就见怪不怪了。接着是《古墓丽影：暗影》，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benchmark 游戏，对于数据做了很多的分析。从游戏帧数上看 ，940F 居然还高了一帧，但是仔细看一下 GPU 和 CPU 的受限情况，1040的 GPU 受限是99%，940F 是94%。看一下图像，从 CPU 曲线高于 GPU 的这一段，那是一段从山谷切入集市的画面，对于 CPU 的要求就比较高了，940F 就出现了 CPU 占用100%的拖了显卡后腿的情况。而这时1040毕竟多了几个框框 ，CPU 没有吃满。不过讲实话，这个对于游戏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。不过既然有数据，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。最后一个游戏是《荒野大镖客2》，听说也是在打折。那这2个 CPU 也几乎没有任何区别，显卡基本都是100%的占用。然后看一下 910KF 和1060K 的对比，搭配的内存是3200 8G×2。
2070修复8G 显卡。由于这个配置是比较主流的，更加能说明问题的配置，所以说我们也是稍微多测试了几个游戏。GTA 5虽然 1060K 的主频 4.5G 比 96KF 高了 0.2G， 还多了超线程，不过游戏帧数也没有什么区别。奥德赛这差不多可以实锤，超线程对于迪加密是有负优化的， 96KF 的帧数居然也比 1060K 高了几帧，那真是令人费解的游戏优化。我看外网有人分析是迪加密吃的是物理核心，所以欢迎对这个有研究的观众跟大家留言解释一下这个具体的原因。接着是古墓丽影暗影，也是非常有意思。从平均帧来看 ，96KF 比 1060K 高了1帧。但是从 GPU 受限的情况下来看 ，1060K 是99%，而 960KF 是82%。观察一下 CPU 和 GPU 的曲线，相比 940F 和 1040F 的对比就明显了多。这段即时的画面对 CPU 要求还是比较高的。960KF 多次出现了占用100%，那相比 1060K 的话就要好了不少。但是最后的结果又是 960KF 的平均帧反而高。其实还是说明了超线程对游戏还是存在略微的负优化。相比我们之前拿 96KF 超过 5G 的测试，那 GPU 的受限就是 99%， 所以 CPU 就不再拖后腿了。所以玩游戏的话，确实 96KF 的超频相比 1060K 的超线程的话更加有用。接着是荒野大镖客，那也是一样的。96KF 在主频低 0.2G 且没有超线程的情况下，居然平均帧还高了4帧。其实从游戏画面里面就可以发出，游戏它是吃不满6核心12线程的。1060K CPU 这里经常会出现占用很低的情况，所以超线程对于游戏还是产生了略微的负优化。最后我们看一下《使命召唤：战区》，由于这个游戏是没有benchmark的，所以实际会略微有些误差。不过这两个 CPU 的游戏帧数也几乎没有啥区别，显卡基本上都能维持在很高的占用。接着看一下 990KF 和 1090K 的游戏对比。1090X 由于时间关系实在是来不及跑了，后续我们会做一个 1090K 和 1090X 的详细对比视频，采用的是32G 3200的内存，2080 钛显卡， 2K 分辨率。在 GTA 5中，两个 CPU 的表现几乎没啥区别，基本帧数一样。不过可以发现，游戏对于8核甚至10核 CPU 的优化有限，毕竟是个有些历史的游戏了，很多核心占用会掉到很低。接着是奥德赛，那这个游戏是真的看不懂，神奇的低加密。1090K 居然帧数比 9900KF 低了不少，不过仔细看一下录像 ，1090K 的10核心多次出现到占用掉到0的情况，应该也是游戏对10核处理器缺乏优化。随后看一下古墓丽影，990KF 的帧数居然也略高，那不过这个略高也是可以忽略的。这个游戏的优化好了不少，在对 CPU 要求比较高的即时片段，10个核心基本都有在工作。接着是荒野大镖客，990KF 的游戏帧数也略高了几帧。我们看了游戏画面，估计还是因为游戏缺乏对10核心的优化，很多场景都出现了部分 CPU 核心在睡觉的情况。最后看一下吃鸡，由于这个游戏没有 benchmark， 所以测试存在一定的误差，但是 990KF 还是比 1090K 高了10帧左右。所以可见，虽然 1090K 的理论性能更强，但是玩游戏还是 990K 更好一些。当然，我们之前在 CPU 对游戏性能的测试里分析过，由于超线程对于游戏的负优化，其实 9700KF 的游戏性能还略强于 990KF。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时代酷睿 ，i5 10400还是 i7 870的马甲 ，i5 1060K 是 i7 870K 的马甲。i9 1090K 算是在 i9 990K 的基础上又加强了10核 4.9G， 单核 5.3G， 算是把14纳米加的工艺玩到了极限。虽然马甲油测起来没有那种惊喜感，甚至我们在测试之前都已经能知道结果，甚至都能算出它的理论性能。但是毕竟 i5 有了 i7 的性能，还是卖 i5 的价格，也算还能接受。不过这个 i5 只支持2666，却不支持2933，确实令人有些不爽。因为在英特尔平台下，3000的内存相比2666对日常的游戏和渲染提升还是相当明显的，关键内存就贵个几十块钱。但是 Z490 主板目前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。诚然，我认真看了技嘉各个主板的供电和用料，确实对得起这个价格。但是对于非 i9 的超频用户，真的需要这么贵的主板和这么好的堆料吗？对于广大的游戏用户，无论是 i5 增加的超线程，还是 i9 增加的核心和主频，10代相比9代并没有明显的提升，甚至还有超线程带来的负优化。
而增加的价格，特别是 Z490 暴涨的价格，确实没有给人以太大的购买新品的动力。但对于拿来作为生产力工具的用户，增加的超线程确实带来了工作效率的提升。在我们跑的几项测试中 ，CPU 几乎都能100%的跑满。这个 CPU 的利用效率还是非常高的。这2天看到比8的一个锐龙笔记本的评测，那测出来跑分吊打 IU 的 AU， 在 Adobe 等常见的生产力工具的测试中，表现也就和 IU 五五开啊，被很多观众狂喷恰饭啊，看的那个阵仗啊，着实有点吓人。所以除了时间紧，这也是我没有愿意在测试中加入 AU 表现的一个原因。当然，主要还是想少买几个 U 省钱嘛啊！我可不想花钱还找骂。毕竟花钱去给生产力软件做优化，和花钱给跑分软件做优化，效果怎么样，大家也都看得到了。我始终觉得数码领域还是偏理科的，需要通过数据分析和测试实验进行理性分析，而不是头脑发热去搞饭圈文化。无论是英特尔还是 AMD， 我都希望两家能更好的竞争，拿出更强的性能、更低价格的产品，而不是首发京东无货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观众不妨点赞、投币、收藏，素质3连1下。油管的观众也不要忘了点个小铃铛和点一个特别关注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电脑资讯的话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客 CLK。那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，也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搜索商品潮玩客。这里是潮玩客，我是剑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